我先说个事情啊，那就是每次只要我一说蒙古，总有那么几个中国人要来一句啊，自从有了马克沁机枪，游牧民族就只会唱歌跳舞啦。那么这期节目的开篇，我就以你们的民族概念来简单谈谈这句话。我就说一个事情啊，前几年中国四川有个男的在网上买了几支玩具仿真枪，结果就被中共主子抓起来，一审判了个无期徒刑。一群连买仿真玩具枪的资格都没有，连真枪都没有见过的贱民，结果搞得好像马克沁机枪和他们有关系一样，居然还产生了自己凌驾于游牧民族的幻觉。再来看他们嘴里只会唱歌跳舞的游牧民族，我就拿蒙古国来举例好了，他们是可以合法持枪的，而且持枪比例很高，平时没事就出去打猎，而且他们还有个传统，就是每年冬天都要组团，一群人端着猎枪，开着越野车出去猎狼。武士和贱民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什么叫武士？我举个例子，比如2022年俄乌一开战，俄罗斯境内的蒙古人一看有仗可以打，都兴奋到睡不着觉了，争先恐后的往乌克兰跑，尤其是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然后俄罗斯媒体上就不断出现什么布里亚特东方集团军打爆了多少乌军之类的报道。由于这帮蒙古人在乌克兰战场上血虐乌军，而且手段过于凶残，导致他们被教皇方济各在媒体上公开点名批评。注意哦，这帮蒙古人原本都不是军人，而是平民。再比如现在被欧美人称为地球最强战士的古尔克人，古尔克人来自尼泊尔，他们是蒙古人和雅利安人的混合体，其中主体是蒙古人。这帮人全民皆兵，战斗力极度的变态。举个例子啊，在2010年，一个古尔克人拿着一把 AK-47，在阿富汗单挑30名全副武装的塔利班，最后30名塔利班在1小时内全部被击毙。关于这些，以后我有空可以单独做一集详细说。所以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比较欣赏蒙古人了吧？我天狗的一切表现背后都是有事实和逻辑支撑的。蒙古人口少，国家弱，但民风彪悍到极点，而中国是刚好相反，中共主子很强大，底下10几亿人全都是弱民。中国人乃是世界贵族，一有冤屈就集体下跪，哭着大喊今天大老爷给我们做主啊！这种事情经常都有报道，区区5个维吾尔恐怖分子就能在火车站砍得成千上万弱民们抱头鼠窜。蒙古是国弱民强，中国是国强民弱，所以弱民们平时再怎么调侃蒙古海军也好，再怎么看不起别人也好，你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是武士，你是贱民。时代变了，阶级依然没有变。一群拿着键盘的贱民，居然嘲笑拿枪的武士只会唱歌跳舞，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好了，开篇就说到这里啊，下面节目开始。甚至比我的初恋更加诗情画意。我是怎么开始接触蒙古摔跤的呢？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喜欢看各种格斗技比赛，其中就包括日本相扑。从我开始看相扑的时候，一直到现在，相扑一直被一群蒙古摔跤出身的力士统治着。从第68代横纲阿萨修吕，到69代的哈库霍西欧，70代的哈鲁曼惠吉，71代的卡库鲁里基萨布罗，73代的特雷诺惠吉，全都是蒙古国的。其中哈库霍西欧更是日本相扑2000年历史上最强的大横纲，所以这就让我对蒙古式摔跤产生了兴趣。我当时就想看看传说中的蒙古鲁苏莫究竟强到什么程度。然后到2017年以后，我就开始忙了，就没怎么关注过相扑和蒙古交了。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是我对自己曾经关注的一项运动做的一次全面总结，就像我以前那集中国功夫对外国流派全记录一样，内容极度硬核，举世无双。我说过很多东西除了我以外，你们全网也找不到第二个人有本事说，至少中文圈子是没有的，你们要且看且珍惜。蒙古教叫做博克，音译成中文叫博克，它包含45种大技法，这45个技法都有专门的名称，我全部都打在下面。然后在这45个大技法之下，又细分出几百种衍生技法，有人做过具体统计，总共有666种，其中包括单技法、双技法、组合技法、反技法等等。除了俄罗斯一些地区的蒙古教以外，其他地区的蒙古教都是不分体重级别的，就和相扑一样，非常的残酷。体型最小的摔跤手体重只有70公斤左右，最大的超过160公斤。一般摔跤手的平均体重是115公斤左右。这也就是说，小个子摔跤手有时候必须面对体型比自己大1倍以上的对手。在一些大个子的摔跤手面前，像身高1.84米、体重140多公斤的阿萨修吕都显得非常的小鸟依人了。摔跤手的战斗力在格斗擂台上是被严重削弱的，因为格斗擂台的地板是软的，你在擂台上就算被摔个一蹦，也不见得会受太大的伤害。柔道比赛地上有垫子，
蒙古摔跤在室外有草地，在室内有软地毯。但是如果换成大街上的水泥地，你被这种类似柔道里面的武士 logo 系的招式摔下去，你想象一下是什么后果？轻者碎骨脑震荡，重者火葬场报道。以前有个体校的人和我说在他们体校里，打架最弱的是围棋部，打架最强的不是拳击部，也不是空手道部，而是柔道部。柔道手打架都是不讲武德的，一上来就往你身上扑，然后你脆弱的骨骼就会和水泥地来一个激烈的碰撞。所以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这句台词，在现实中应该由摔跤手来说才对。有句俗话叫十摔九残，还有句话叫街头遇到摔跤手，拳王也得绕道走，就是形容摔跤手在擂台下的威力。蒙古摔跤属于交衣跤。什么是交衣跤？就是像日本柔道那种穿着交衣，可以抓衣服、裤子和腰带的摔跤流派。而交衣跤相对应的就是像希腊罗马风格的那种没有衣服给你抓的摔跤。那么交衣跤和希腊罗马跤哪种更厉害呢？那就要看场合了。你如果是在公共澡堂里和别人单挑，或者在床上和你的基友单挑，在全身光溜溜的情况下，那肯定是希腊罗马跤更实用嘛。如果是平时在大街上大家都穿着衣服的情况下，那就是交衣跤更实用了。而蒙古摔跤的交衣模拟的是古代的铠甲，在古代战场上，在和全副武装的对手群殴的情况下，你的拳腿擒技就全部变成了废招，这时候唯一使用的就只有站立投掷。如果在现代擂台上和 UFC 冠军单挑，那么蒙古摔跤手会被揍成狗。但如果把一群 UFC 冠军扔到古代战场上和一群蒙古摔跤手徒步群殴，那么 UFC 冠军团会被全部屠杀。像蒙古摔跤里面也有踢技，但绝对不能踢膝盖以上的部位，叫做腿不过膝，就是因为在战场上群殴的情况下，你出个高踢就会立马得到死神的爱抚。在古代战场上，上马骑射、下马摔跤，这都是用来打仗的军事技能。综合格斗如果在战场上有用的话，那它至少几千年前就被开发出来了。当然，我绝对不是说综合格斗不行，而是术业有专攻，大家目的不同，各有各的用处。不过你蒙古教的交衣模仿铠甲就算了，为什么非要把内内给露出来呢？我后面再详细说。蒙古教的分布范围非常的广，因为地理上的蒙古分为3个部分，中间的蒙古国，北边俄罗斯贝加尔湖周围的鄂因伊勒根地区，还有南边中国境内的内蒙古自治区。其中蒙古国的摔跤叫做 Halhabok， 然后在俄罗斯境内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摔跤叫做布里亚特 Bok， 图瓦人的摔跤叫做 Kulesh， 维拉特蒙古人的摔跤叫做 Bukhnordon。蒙古国和俄罗斯蒙古地区的摔跤规则也差不太多，只有中国内蒙古的摔跤服装不一样。内蒙古是穿黑色皮衣的，下身穿个灯笼裤，规则限制也比较多。比如内蒙古的规则不能抱腿，手不能碰对手腰部以下的部位，而蒙古国和俄罗斯蒙古就可以抱腿。再比如内蒙古摔跤，除了脚以外任何部位着地就算输，而蒙古国双手是可以着地的。在蒙古、俄罗斯、中国的摔跤手当中，以蒙古国的实力最强，所以我今天就以蒙古国的摔跤为标准。为什么说蒙古国实力最强？因为比过很多次。自从2009年起，蒙俄中3国的博克协会就开始举办全蒙古摔跤锦标赛，并且组成了国际蒙古博克联盟。这个联盟的荣誉主席就是前Yokozuna Asashioğlu。这个全蒙古摔跤锦标赛的参赛者来自蒙古国、俄罗斯联邦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卡尔梅克共和国、图瓦共和国、阿尔泰共和国，还有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2009年举办第1届和第2届比赛，第1届是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办的，是按照蒙古国的规则，总冠军是蒙古国的桑哲丹巴。第2届比赛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按照内蒙古的规则，结果总冠军又是蒙古国的桑哲丹巴。现在你看到的就是桑哲丹巴在内蒙古以内蒙古的规则血虐内蒙古的骄王巴亚尔巴特尔。2010年的第3届比赛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都乌兰乌德，是按照布里亚特的规则，比赛分75公斤以下级和75公斤以上级，最后75公斤以下级的冠军是俄罗斯图瓦共和国的 Silis Mongush，75公斤以上级的冠军又是蒙古国的桑哲丹巴。2011年第4届比赛在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总冠军是蒙古国的 Bimbajav。2012年第5届比赛分为85公斤以下级和85公斤以上级。85公斤以下级的冠军是蒙古国的阿马拉塞汗，85公斤以上级的冠军又是蒙古国的桑哲丹巴。而这些比赛，蒙古国的顶级摔跤手都没有参赛。
这位常胜冠军桑杰丹巴，当时在蒙古国还只是国家级象段位的摔跤手，蒙古语叫5星子安。那么这个5星子安段位属于什么水平呢？这就要说到蒙古教的段位了。蒙古教的段位分为区级 Sumin、省级 Amgin、国家级5星，其中国家级是水平最高的。这不是废话吗？国家级的比赛一年只有一次，就是蒙古国每年7月份在首都乌兰巴托举办的国家级那达慕大会。在国家级那达慕当中，你打进16强，你就得到哈亚布萨段位，蒙古语叫5星纳钦；进入8强就晋升英段位5星哈勒查嘎，4强晋升象段位5星赞，然后亚军晋升加罗罗段位5星嘎利特，最后的全国冠军就晋升狮段位5星阿斯伦，然后凌驾于狮之上的段位叫王者5星阿布拉卡。你有2种方法可以获得这个段位，第一种方法是你首先必须先拥有狮段位，然后你必须在512人参赛的那达慕大会上拿到2次冠军，你就能晋升王者段位。第二种方法是你在1024人参赛的那达慕大会上拿到冠军，那么不管你之前什么段位，你都能直接晋升到王者段位。王者段位其实就类似于相扑的横纲有库兹呢。蒙古教是2届全国冠军晋升王者，相扑是连续2个场所优胜晋升横纲。但区别是，相扑每年有6个场所的比赛，也就是每年有6次晋升段位的机会，而蒙古摔跤每年就只有1次。然后还有凌驾于王者之上的段位，3次全国冠军叫海之王者达莱阿布拉卡，4次全国冠军叫无边王者达烟阿布拉卡，5次或者5次以上全国冠军叫无上王者达拉罕阿布拉卡。由于国家级那达慕一年只有1次，也只有在这次比赛当中，你才有机会晋升国家级的段位。其他任何比赛都不能升段，比如2011年举办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6002人大赛，那次比赛虽然参赛的人多，但因为不是国家级那达慕，所以你即使赢了也不能升段。国家级那达慕一般是512人参赛，偶尔有1024人参赛。从2000年到现在2024年，24年当中1024人那达慕只举办过5次，也就是平均5年1次。你要在几百甚至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摔跤高手当中成为最顶点的那一个，所以狮段位和王者段位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蒙古摔跤手的段位，你可以从他们帽子中间的徽章上看出来。所以你如果在蒙古国街头看到戴这种帽子的人，即便对方是70、80岁的老头子，你也千万不要去招惹，因为你完全没有打赢的机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退役的职业摔跤手就算上了年纪，解救个普通人也就和打个蟑螂一样。在日本社会，相扑手受到尊敬，横纲更是力量和尊严的象征。在蒙古国也是这样，段位越高的摔跤手越是受到尊敬，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在蒙古国摔跤历史上，从1921年到现在的100多年时间里，得到狮段位的有53人，得到王者段位的有13人，再往上的段位就更少了，我后面会说的。那么下面我就来给你们介绍10个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蒙古摔跤手，我从最弱的说到最强的。首先第一个是杀人柔道王土辛白了，他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柔道100公斤级的金牌得主，但他在蒙古摔跤场上的成绩相对就比较一般了。他最好的战绩是在2017年的512人那达慕上打进了4强，拿到了象段位。这家伙本来绝对是个人生赢家，结果自己作死，在2021年醉酒打架，不小心把自己的一个发小给打死了，被判了16年徒刑，所以我才给他起了个杀人柔道王的绰号。接下来是武锦南 Sotonom Droch， 他是2017年的全国冠军，拿到狮段位。他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蒙古摔跤手，拥有一副暴肉钢体，像坦克车一样，视觉冲击力非常到位。他这个肌肉维度稍微再雕刻一下都可以去打健美比赛了。这个家伙的特点是完全没有脖子，比泰森还要夸张，所以叫武锦南，是个力量、技巧和体态样样具备的摔跤手。然后是怪力男苏米亚巴扎，身高183，体重116公斤。由于他在巅峰期体格过于粗壮，导致183的身高看起来像163。他在2006年的1042人那达慕上拿到冠军，所以直接从加罗罗段位连跳2级，晋升到王者段位。之所以叫怪力男，就是因为他有着一身怪力，他的摔跤风格很狂暴，有时候直接就是用身体去冲撞对手。当然，我并不是说他没有技巧，他技巧也是很强的。光靠蛮力是不可能成为一流摔跤手的，格斗是需要头脑的。他在2006年拿到冠军之后就退役从政了。在2020年到2023年，他担任第34届乌兰巴托市市长。
他本身是科学技术专业毕业的，属于文武双全的人才。他有个侄子叫Hoshiyori Tomokazu，今年25岁，身高188，体重142公斤，是个相扑手。在去年2023年已经晋升 Ozeki， 也就是仅次于 Yokozuna 的段位。然后怪力男还有一个亲弟弟，你们都认识，就是当年称霸日本相扑界的第68代 Yokozuna Asashori， 还出演过马云的攻守道。Asashori 这个人属于奇才，不但是蒙古国的大地产商，家里有煤矿有石油，还是蒙古国家投资银行最大的股东。2017年还当过蒙日亲善大使，是个武道界、商界、政界通吃的人物。接下来是桃花浪子苏赫巴特，他在2000年、2001年、2004年拿下3届全国冠军，得到海之王者段位。很明显，他的体格在摔跤手当中是属于非常小只的，是个纯粹的技巧流。现在也是个政客，蒙古民主党的成员。他相貌俊朗，长着一张偶像派的脸。年轻的时候是蒙古摔跤界的颜值担当，走到哪里都被女粉丝骚扰，也确实配得上他桃花浪子的称号。毕竟颜值即正义，这是一个千古真理嘛。他的前妻姿色一流，还比他小20岁，就知道他的琴技应该还是不错的。然后是不动山我索白了，他有着1.98米、130公斤的变态体格，站在那里就像一座山一样，非顶尖的摔跤手根本就不能撼动他。他在2002年、2003年、2005年、2009年拿下4届全国冠军，晋升无边王者段位。另外，他还在2001年的亚洲摔跤锦标赛拿下自由式摔跤130公斤级金牌。这个家伙也是文武双全啊，以前上学的时候拿过数学比赛冠军。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有颜值的，而且又有一副高挑精壮的模特身材，但现在已经发福了，变成油腻的中年大叔了。他的爷爷叫加米扬，也是个传奇摔跤手，在1927年拿到无边王者段位。现在你看到的这场比赛是他在2005年那达慕总决赛上对阵阿萨修律的哥哥苏米亚巴扎。这场比赛他们两个整整摔了5分多钟才分出胜负。我个人认为是蒙古摔跤史上最精彩的一场对决，力量和技巧的完美表现。这张照片是不动山、怪力男和桃花浪子。从2000年到2006年的7年当中，蒙古摔跤的全国冠军全部被他们3个垄断，是那个时候无可争议的3巨头。其中不动山在2009年还回光返照一次，拿下1次全国冠军，之后的时代就不属于他们了。其实不动山和桃花浪子，他们2个现在都拥有最高的无上王者段位，但并不是靠实力拿到的，而是走了狗屎运。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在2014年蒙古国修改了一项法案，取消了海之王者段位，同时规定凡是之前拿过海之王者段位的都能直接晋升到无上王者段位。所以这2个人表面上是无上王者，但是按实力来说还没有达到这个段位。从1921年到现在的103年当中，拿到无上王者段位的，包括上面说的走狗屎运的那2个，总共只有9个人。我这里就只说最强的5个。排名第5的是5秒快男达林达姆丁，1956年到1960年连续5届全国冠军，刚刚够到无上王者段位的及格线。为什么我管他叫5秒快男？因为根据那个年代其他摔跤手的回忆，每次只要他一上场，比赛都是很快结束的，因为他基本上只要出1招就能放倒对手，基本都不会超过5秒。排名第4的是翔霸蒙赫巴特，6次全国冠军，分别是1963年到1967年和1974年。1968年他跨界参加墨西哥奥运会自由式摔跤项目，拿下87公斤级银牌。他在2018年已经挂掉了。为什么叫他翔霸？因为他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哈库后手，日本相扑史上最强的大横纲。
排名第3的是蒙古酱爆图登多罗奇。为什么我叫他蒙古酱爆？因为这个家伙比赛的时候永远都是露着半只屁股，非常的骚啊。由于他这种作风，加上长相也算俊朗，所以每次都看得台下的少妇们瘙痒难耐。他从1939年到1954年之间拿下7次全国冠军，所以说骚也是需要实力的。以下是蒙古摔跤史上唯二拿到全国冠军次数到达2位数的。排名第2的是大 boss 巴彦蒙赫，身高1.80米，体重100公斤。他从1968年到1987年之间，总共拿下10次全国冠军，人送尊号 Dayar Duvsakdah Dalai Dayan Darhan Abraka， 也就是尊贵的大海般的无上王者。除了蒙古摔跤以外，他还是1974年世界桑博锦标赛100公斤级的冠军和1975年世界自由式摔跤锦标赛100公斤级冠军。2022年，他80岁的时候才正式从摔跤界退役，可以说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给了摔跤。最后是蒙古摔跤界的终极大 boss Bat Erdin， 这个家伙长相丑的一逼啊，无论面孔还是体型都长得跟头河马一样，所以我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人中赤兔。但没办法了，人类就是摔不动河马。这个家伙从1988年到1999年称霸全蒙古，拿下变态的11次全国冠军。这在蒙古摔跤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人超越他了。他在蒙古摔跤界的尊号叫 Dayar Duvsakdah Dalai Dayan Tumnik Bayasulakch Darhan Abraka， 尊贵的大海般的极乐无上王者。除了蒙古摔跤以外，他也是1985年、1986年、1989年3届的世界桑博锦标赛100公斤级冠军和1989年桑博世界杯100公斤级冠军。他本身是蒙古人民军事学院法学系毕业的，还精通蒙古语、俄语和英语，也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后来他退役从政，在2009年到2010年担任蒙古议会法律常务委员会主席，2016年到2017年当选国防部长，在武道界、商界、政界都是赢家。你们可能也注意到了，以上这些摔跤手很多都去从政了。格斗家从政对于你们华人来说可能无法理解，但这在一些商武国家是很常见的，尤其是在东欧、蒙古和日本，很多退役格斗家都去从政的。因为在这些国家，格斗家的地位很高，比如日本的前 MMA 选手苏多金基就进了参议院。在东欧也是这样，俄罗斯的古典交之神亚历山大·卡列林是国家杜马代表和联邦委员会成员。现在乌克兰基辅市的市长维塔里·克里琴科是前 WBC 职业拳王，还参加过总统竞选。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在蒙古国，格斗家从政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2017年到2021年的蒙古总统巴图尔卡。他是1983年的世界桑博锦标赛52公斤级冠军，1989年桑博世界杯52公斤级冠军。这货应该是人类史上徒手格斗能力最强的总统。当然，他不仅仅格斗厉害，还是个超级富商，是个武道界、商界、政界通吃的人物。他以前是在俄罗斯做生意的，精通俄语，而且他还玩柔道，所以和普京的关系很好。他这个人生平最看不惯的就是强奸犯，所以当初他一当选总统，就开始努力恢复对性犯罪者实施死刑的立法。看到这里，你们应该也注意到了，蒙古国摔跤的各种记录都是从1921年开始算起的。为什么？如果你们看过我以往的节目，你就应该知道，因为1921年之前是大混乱时代，蒙古国一直在努力收复内蒙古，以及对抗中华民国的侵略，根本就没有闲工夫搞什么比赛。尤其是1919年，中国北洋军侵略蒙古国，1921年中国军队被踢了回去，在同一年蒙古人民党建党，蒙古国才相对稳定了那么一点，才能搞一些体育比赛。虽然有些贱民们到现在还在意淫什么清朝是中国的，外蒙古是从中国独立出去的，但意淫终归就只是意淫而已。这是莫斯科的桑博创立者纪念碑，上面有桑博的各种源流的青铜雕像，其中最大最主要的那个就是蒙古摔跤。实战桑博是以草原式传统摔跤里的投技为基础，加入俄式拳击、空手道的踢技、柔道的投技和擒技，外加很多独创的腿关节技。擂台上的实战桑博比赛可以用拳腿、肘膝、投击、擒技，擂台下还有专门挖眼鸡裆和夺械的招式。实战桑博是一种几百家之所长的综合格斗技，里面糅合了很多东方格斗术，像蒙古胶、柔道、空手道，就是没有中华武术。为什么？因为人家心里很清楚嘛，中华武术全部都是没用的花架子。蒙古胶是俄罗斯桑博的主要源头，而桑博又影响了现在的综合格斗。现在的综合格斗主要是日本和巴西交织出来的，有2次极盛时期，第一次是日本的 Pride FC， 第二次是美国的 UFC， 中间穿插着俄罗斯桑博的乱入。
桑博就像上帝之鞭一样，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无解的人物，给综合格斗世界带来强大的震撼。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61人最强男 Fyodor 和小鹰 Khabib。这两个人在巅峰期都是外挂一样的存在。Fyodor 统治无差别级整整10年，灭掉过5个 UFC 冠军。小鹰 Khabib 的综合格斗战绩是29场5败，横扫 UFC 轻量级。当然，桑博对现在综合格斗只是影响而已。现代综合格斗最终的源头还是日本柔道，这个我在终结李小龙是综合格斗之父的意淫那集当中详细解释过。哇靠！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我天狗的暗黑淫乱流，从辈分来说，还是现代综合格斗的长辈啊！虽然我的请技和格斗技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蒙古摔跤的另一个分支就是中国跤。现在的中国跤有3大流派：北京跤、天津跤、保定跤。其中北京跤是中国跤的正统。北京跤的前身是满洲的卜库，所以北京跤的别名又叫满洲跤。卜库是满语，音译成中文叫布库，其实就是蒙古语的 bok。在大清国时代，满语称之为国语，骑射和布库称之为国技。当初皇太极规定，不但八旗军要练布库，就连亲王甚至皇帝本人也要一起练。亲王当中甚至还有布库高手，比如努尔哈赤有个孙子叫爱新觉罗古塞，就是个天生神力的布库高手。后来康熙勤鳌拜用的就是布库手，之后康熙就把这些布库手组成善扑营来担任自己的近身侍卫，这个善扑营就演变成了后来的北京跤。蒙古跤的跤衣很多人一开始都看不习惯，上身一件露着内内的小马甲，蒙古语叫 zodok， 下身一条小内裤，蒙古语叫 shotok， 非常的性感。颜色用的都是蓝色或者红色，蓝色代表长生天 Tingli， 红色代表火焰。说实话，我个人觉得这个色彩搭配挺丑的，透着一股土鳖风，品味和中国的春晚差不多。那为什么他们的跤衣要露出内内呢？因为有个都市传说是说古时候有一个天下无敌的摔跤手，可是却没有儿子来继承他，他只有一个独生女，可能是遗传到了他的强大基因。他的女儿天赋异禀，从小就和男的玩摔跤，非常厉害。长大后他就想当一名摔跤手，但是按照鞑靼人的传统，女人是不可以上摔跤赛场的，这就和日本相扑很像。在日本，女人也是绝对不允许踏进图表的。然后当时的亚军摔跤手被他老爸血脉压制，一直当着万年老二，就非常记恨他老爸。于是在他老爸退役庆典的那天，这个万年老二就当着他和他老爸的面说：哇哈哈哈，你厉害又怎么样？可是你只有个女儿。这个女孩听了就很气啊，于是她就女扮男装去参加摔跤比赛，打败了所有的男摔跤手，在决赛当中打败了这个万年老二，拿到了冠军。但是按照传统，新任的冠军必须在所有人面前脱掉上衣去领奖，那他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当众承认自己是个女的。那从此以后，为了防止再有女的混进来比赛，就规定摔跤手的内内必须露在外面。虽然这个故事就是完全不符合常识的扯淡，但前几年在蒙古国就真的出现了2个女的，穿着这种袒胸露乳的跤衣在那里摔跤。照片发到网上后就被别人狂骂，照片我就不在这里发了。我不管他们蒙古人怎么想，反正我觉得女人摔跤比男人要好看多了。我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女人打破这种愚昧过时的传统。还有个都市传说是欧洲和波斯文献当中记载的，是说13世纪末的中亚霸主海都汗有个女儿叫忽图伦。海都汗是忽必烈的侄子，所以他的女儿就是忽必烈的侄孙女。这个女的跟着他老爸南征北战，非常的骁勇，骑射摔跤样样精通，所以他就看不起那些柔弱的宅男。到了结婚的年纪，他就摆下擂台，说只有摔倒我的男人才能娶我，而且他还规定来挑战他的男人输了就要被罚100匹马。于是很多男的都来挑战。过了一段时间，他的马棚里就多出了1万多匹马。他老爸看了直摇头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意大利有一部很有名的歌剧叫《图兰朵》，里面主角的原型就是这个忽图伦。图兰是波斯语对鞑靼利亚人的称呼，图兰朵意思就是鞑靼人的女儿。根据蒙古国的官方说法，在今天蒙古国中戈壁省奥兹特地区的一座山上，发现了一幅摔跤的岩画。这幅岩画的年代是7000到11000年前，所以蒙古摔跤的历史至少也有7000年。像这种动不动就多少年历史的说法，根本就是纯意淫。这就好像一些中国人动不动就意淫什么5000年历史一样。像摔跤这种2个人之间最直接的对抗型运动，有很大的可能性早在人类的祖先还在非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玩了。格斗强国蒙古这个说法最早出自日本，原因是从2004年起，日本的国际相扑被一群蒙古力士所统治，到今天已经20年了。由于蒙古力士吊打一批身高体壮的欧美力士，外加历史上蒙古铁骑暴打过欧洲，
所以这就让一部分的日本人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崇拜心理。因为近代日本被美国治得服服帖帖，外加日本在重量级格斗领域被欧美人打得没有脾气，所以他们就特别崇拜能吊打欧美人的蒙古人。客观地说，蒙古的柔道、桑搏确实是世界一流水平，柔道和桑搏也确实都属于格斗技，所以说蒙古是格斗强国，确实也可以说得通。然而以我天国的标准来看，格斗强国指的是俄罗斯、巴西、美国、日本那种力技、摔跤、MMA 各领域都全面强大的国家，而蒙古根本就没有资格和他们并列，它最多只能算个摔跤强国，就好像泰国没有资格叫格斗强国，充其量就是个轻量级力技强国。如果考虑到人口的话，蒙古国人口只有可怜的300多万，还不及中国大城市一个区的人口，比如上海光一个浦东新区就有将近600万的人口，所以蒙古国这点人能把摔跤玩到这种水平，确实也是非常值得敬佩的，而且其中也不乏重量级的高手。如果他们人口能多个100倍，到达3亿的话，你说他们格斗吊打全世界，那确实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毕竟是没有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的事情我是不喜欢拿来谈的。现实就是他们就只有这点人口，现实就是他们没有制霸各个格斗领域。其实蒙古国除了摔跤以外，他们还擅长一样东西，那就是智力竞赛，尤其是快速记忆力项目，是世界顶级水准。现在全球记忆运动联盟的20个项目当中，有12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被蒙古国霸占，非常的变态。这方面我以后如果有兴致的话，也可以专门做一集。